心经为什么这么难？明明这么短，只有260个字，不少初学者兴冲冲地去读，字都认识，连起来却不认识了。另外，你是否还记得，在《西游记》中，没头没脑地出来了一位高人，乌巢禅师，比孙悟空厉害多了，将心经口授给了唐僧之后，又没头没脑地消失了，这又是为何？还有个问题，佛门中的诸多经典，大多是鸠摩罗什翻译的更流行，胜于玄奘，可唯独心经，为什么玄奘的翻译更流行呢？此外，大学问家陈寅恪又在1300年后发现了心经中怎样的一个秘密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人间见禅。心经这部翻译经典是如何诞生的呢？有一个很玄的说法，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，玄奘法师早年在四川修行，遇一位病人，身疮臭秽，衣物破污，玄奘心生慈悲，供其衣食，病人深受感动，于是口授玄奘心经，并嘱咐他以护佑西行之路。只不过区一位远在熟地的病人，怎么会懂得这样一部经典呢？不过这也解释了后世明朝的《西游记》中为什么会出现一位乌巢禅师了。他在一个鸟窝中栖身，挡在了唐僧师徒前行的路上。其实他的原型有二，一是唐代高僧道陵，就住在西湖边的一棵松树上，被称为鸟科禅师，还和白居易谈笑风生。另外一方面就是吴承恩明显受到了上述传记的影响，才有了口授心经给唐僧的情节，还讽刺了孙悟空。悟空举棒就打，只见莲花生万朵，祥雾护千层，大圣也奈何不得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？这正是代表了众人的想象。玄奘孤身一人，行程5万里，往返17年，无数艰难险阻，倘若没有强大的精神动力，怎么可能走过这茫茫旅途？也许真有凡僧来华受经于他，或者我们只是小看了玄奘。正因为心经的来源有些神秘，所以美国汉学家纳体会认为，心经先是汉文，再被转译成梵文，甚至有人借此判断心经其实是玄奘本人所作。但日本的汉学家们却表示了反对，毕竟最古老梵文本之一的心经就藏在日本呢。但不管海外的汉学家们怎么争论，只要了解玄奘的生平，就应该相信他的为人。这样一位学术严谨的人，怎么可能伪造经典？唐高宗显庆5年，玄奘已西行回来15年了，他已翻译完了70多部佛经，却对一部大般若经迟迟不敢动笔，因为他深感经卷的深邃浩大。但此时他已经年近60旬，重病缠身，不得不动笔了。大般若经足有600卷，几百万字，大家都建议他删繁就简的意译就行了，但玄奘绝不同意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抠，每日呕心沥血，屡次中风昏厥，历时3年，终于完工。仅仅3个多月后，玄奘便与世长辞。这与心经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几百万字的大般若经浓缩起来的精要就是心经。
所以让我们聊聊短短的心经藏有多少秘密。可以回答刚才那个问题了，为什么玄奘翻译的心经会比鸠摩罗什的更有名？因为很有可能在200多年前的鸠摩罗什时代，心经尚未在汉地现世。鸠摩罗什作为佛学史上最大的翻译家，经典大多以他的为范本，比如《金刚经》等等，唯独心经却以玄奘版本为经典。因为学术界有意见认为，鸠摩罗什的版本很可能是后人托名之作。我们都知道，鸠摩罗什的翻译风格就是简而精悍，直表经义，而玄奘的翻译风格就是逐字逐意，表达严谨。而鸠摩罗什的心经版本298字，居然比玄奘260字版本的心经字还要多，这确实很反常。再去细看，和鸠摩罗什的风格都不太一致。再说一个有趣的故事，谁能想到，在心经译完的1300年后，还能发现新的秘密？清末朴学大师余屈原认为那句著名的“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”属于两组一样的话，大概是玄奘翻译失误了。陈寅恪在后来查阅了伦敦博物馆中已流落海外的敦煌本心经，发现其实原有3组，玄奘都已省略1组了。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玄奘才是最初的翻译者。而且我们都知道，这句话挺重要的，算是心经中的核心之一。看来重要的话要说3遍，经典亦是如此。让我们回答一开始的问题，心经为什么这么难？我们刚才说过，心经是几百万字的大般若经的精要，每一个字，每一个术语背后都是一座理论高山，信息密度太大。就拿经名中的这个心字来说，心是心脏吗？当然不是。心是意识吗？其实也不是，应该是心要心随。但解释完全了吗？当然没有。要想说清楚，也许得准备1万字。让我们看看第1句就有多少个难点。观自在，为什么不是观世音？因为玄奘是意译，意为能关照内心。行是什么？其实是一整套修行方式。身呢，有次第的理论体系。而为什么是照见而不是看见？因为这是非逻辑的洞见。苦厄又是什么？不仅仅是苦难和灾厄，还有众生对有的执着。再往下看呢，为什么色不异空？背后是一整套有空不二的理论。为什么不生不灭？因为空性就本自具足，也很深奥。无明尽又是什么意思？这里包含了12因缘。最后的咒文呢，又有大乘乃至密宗的发展史。更何况唯识宗、华严宗、天台宗、禅宗，每个宗派都给心经写过注疏，每个宗派都以本宗的思想为指导，纳入各自的理论体系。你说难不难？对于初学者当然很难，然而但凡你有一些了解，通篇读下来，只觉得字字珠玑，如夏日饮冰，畅快不已。那种忽然懂了的刹那，就是
喜悦。我们常说，经典中的文字不过是指月之手，愚痴的人只会盯着手指，而忘记了去看真正的月亮。只有260字的心经之所以难，就是它指向了我们很少去涉及的且超越逻辑的生命思考。难的并不是经典本身，而是我们不愿意去思考的行动。我们今天的阅读和思考，并不是为了在茶余饭后获得一点谈资，学习心经的红尘意义，就是在普遍精神内耗的当下，照见五蕴皆空，给自己一次心灵减负。至于更多的超越意义，只有体会了才知道。谢谢大家，让我们持续分享，下期再见。